らへどうぞ。你谁呀你？国防部2厅。失礼いたします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徐先生，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。长官，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，大字不识几个，我买情报干嘛呀？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？那于肖楠确实是偷了情报，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2等贩子。是。哎呀，这个于肖楠啊，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，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。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，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，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，正在高价倒卖反城消息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楠不缺钱了，徐山约不出来他了。他不再贩卖情报，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。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？喂，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，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，老板那边就有救了。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，我们没法找证据啊。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？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，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。是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。你看需要我做什么？以您的身份，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，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，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。好的，好的，吕太太，那我们就斗公馆见啊！好，再见。昌昌回来了。哎，妈。夏经理，我们又见面了啊！是。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，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，我们很喜欢，还是决定买。所以呢，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。好为难呀，太太，我上回跟您说过了，那个卖家是在保密局当差的，虽然只付了定金，但我也得罪不起呀。夏经理，不瞒您说啊，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，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。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，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。好为难呀！哎呀，你不用为难，您放心，违约金全我们来，只要房东同意。您看，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，是一次性付清啊，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？哎呀，太太，你的诚意真是，哎呀，我很想卖给你，可是你看，神仙太多了，这庙只有一个，我好为难呀。你说我得罪，我尽全力。夏经理，哎呀那个房子您先别卖，你不是全款吗？我也付得起，您再给我几天时间。你先坐，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，你先坐，别急，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。你最快能多久全款？后天，
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，这样。嗨，我没好意思跟你说，那边卖家还加价了。喂，阿玲啊，是我肖楠。啊，那个是这样，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？对吧？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，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。那可不行啊，那可是我们的婚房，谁要都不能给啊。哎，你没有跟卖家说我们是保密局的吗？我肯定说了呀，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，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，他也不敢得罪嘛。你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，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，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，你看行不行？那怎么行？彩礼你可不能赖啊！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，那婚就不用结了。我明白。那行，那个我彩礼钱1分都不会少给你的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还有那个喂，是徐先生吧？于湘南。进。张处长，我最近听说，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。我们怎么不知道？而且，卖情报的人，我们都认识。谁啊？于湘南。于队长？不可能，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，他怎么可能搞得到？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？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，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？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，等着交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老师在军界多年，桃李满天下，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。我想救老师出来，二厅想要扬眉吐气，这事咱们双赢啊！你想要做点什么？西门町华都大舞厅，明天上午9点。聂曦从国防部放出来之后，第一时间就去了吴公馆，然后又匆匆赶回了国防部宿舍。他难道什么都没有从吴公馆拿出来吗？可能他去吴公馆不是为了带走些什么东西，而是为了销毁些什么东西。好啊，我欣赏你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。如果这次真的能够坐实吴次长和聂曦的共谍身份，那么你渗透聂曦的任务就结束了，可以回正方组了。明天我们就应该可以收网抓于孝南了，是聂副官提供的线索，没想到他还真有办法。张处长，不是这个聂副官有办法，而是吴次长在军界树大根深，人脉甚广，再加上总裁对他的器重，愿意帮助他的人自然不少。原来，您之前让我去查机要科的文件登记表，又问了我绝密档案的保管程序，是要下这么一大盘棋。成败还未可知，如果成了，给你记头功。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功名利禄，但是有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，这件事从头到尾你一点都不知情。如果失败了，一定要跟我撇清所有干系。
那这个于霄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？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，于霄南若利用职务之便，没有什么拿不到的。进。顾组长，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，请您签个字。嗯。于霄南领了2套微缩胶卷，他什么时候领的？用途写清楚没有？这个我不记得了，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。哦。这份记录还有谁看过没？啊，昨天2厅的张处长来调阅过。于霄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？组长，我错了，组长。你别说错，说事儿。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，他替小崔签的。哎，那行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？就是昨天晚上，他洗了好多照片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。他不让我看，他说他是机密。算账。组长。徐先生很准时吗？你不觉得这里太空阔了吗？您可太操心了。这个地方啊，白天没有女人，谁来啊？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。这个地方，比草山行馆都安全。行吧。今天是个内部会议，保密局和2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，已经进行了数日，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。建峰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，大家各抒己见吧。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，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。毛局长，你先开始吧。在调查组成立之初，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，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，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，其中就有吴次长。众所周知啊，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，吴次长并没有参与其中。那么，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，为什么会有吴次长的指纹？所以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，是吴次长利用职务之便，盗取了海东青文件，导致
计划泄密。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，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。段厅长，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，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。是。根据我们2厅的调查，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，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皇杰兵团回台的工作，并无越界行为。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，有周总长的、吴次长的，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，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，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。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，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。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。明明是海东青文件，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？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呢？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次长泄密之前，我们2厅认为，说是吴次长泄密，证据不充分。那吴次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？毛局长说的太对了，吴次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。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，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。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，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。我们发现，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，踏出以后发现，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、签名，还有日期。这说明了吴次长曾垫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。有幸的是，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2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，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。这是我拿皇杰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，当时段厅长也在场。是，这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？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，胆大包天，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2厅签字吗？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？我能证明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，极有特色，别人是模仿不了的。对对，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。我也能证明，这的确是吴次长的。诸位，我们还有新的物证。这就是吴次长接应皇杰兵团的文件夹啊！在这里我多说2句，得到了英国军情6处的帮助。毛局长，你们是不是也是6处的？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通过检验，在接应皇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，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。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
一共3张，不单卖。1大3小，叔叔。注意路，这松开！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？收起，继续。哎，我的，应该是我的。我是聂西。好。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？哦，那2厅坐守地利人和之便，查到什么线索了吗？这个人谁呀？我们还没有找到，毛局长可要争取啊。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，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？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。综上所述，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，以便混淆视听。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司长呢？此意不明。但是此计虽险，胜算却高，操作起来又方便。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，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，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，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司长泄了密，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建峰同志，各位，2厅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，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。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，让我们来做补充调查。报告，吴司长副官聂西有重要情况。报告，吴司长副官聂西有重要情况。报告。让他进来。报告各位长官，讲。保密局侦防组组长古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，擅自带人硬闯蜈蚣馆未果，而后就在今日，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楠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，现已人赃被获。你是吴司长的副官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啊？此事牵扯吴司长和属下，故2厅张处长抓获于肖楠同时告知于我。张处长呢？报告。各位长官，2厅在于肖楠家里搜出2个微型胶卷，于肖楠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。马上冲洗胶卷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拍了些什么。是。
拍的真够仔细的呀！啊，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，全拍进去。剑锋同志，于肖南无视国法家规，我请求将这个于肖南就地正法。哎，你先坐下。王仁凤，你别坐。潜入国防部机要科，盗取党国绝密文件，栽赃中将次长，是像于肖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？王仁凤，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？啊，是。本厅长，在，此事必须彻查。是，于肖南调换文件夹，栽赃陷害吴次长，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，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，罪不可赦，立即批捕，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，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监禁。保密局2厅联合调查组解散。散会。就这么算了。吴次长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感谢剑锋同志替属下周全，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，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。若是批准了，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，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？吴次长，卑职管教属下不力，给您添麻烦了，我代表保密局郑重向您道歉。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。不必，吴某只有一事相求，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。马上。帮我沏茶。是。
哎，干胜了啊！张处长是有公干。请开。张处长，我自己会走的。请。多谢。就是保密局泄露出去的。保密局的人居然干出这种事儿，真是下作，你说是不是？对呀。报告吴次长，监听设备都已经全部拆掉了，也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了。老师，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。什么错误？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，何错之有啊？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，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。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非常时期，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。一共几个错误啊？第二个错误，纪要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，我觉得他不简单。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，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，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，自从他来了国防部，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。比如说上次那个封兵事件，我跟您说过的。我知道。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，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蜈蚣馆，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，阿美及时赶到，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。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？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，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。如果真有其人，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？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，什么时候？他没说。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，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。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？会不会是他？现在不能这么确认。你要知道，我们了解的情况，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，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。总之，这个黎晴疑点很多，你还是要多加防范，不妨多接触接触，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。另外，我找一下王继福，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。明白。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？安全。我从蜈蚣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。没放在宿舍吧？没有。当时的情况，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。您放心，我尽快拿给您。再等等。上次于肖南溜进蜈蚣馆撬锁，也惊动了你师母。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，再拿过来。好，我等您消息。小钱，我今天跟聂副官走，你开车直接回蜈蚣馆吧。次长，我今天特意洗了车，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，就是想让你坐个车，舒舒服服回家。好，我坐你车回去。聂副官，
这几天你也累坏了，早点回去休息。好的，老师。出差回来了，你给我带礼物了吗？带了。小青蛙。爸，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？带了。谢谢爸。走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哪来的钱啊？还有时间去买礼物？回来路上买的，从小钱借的钱。雨荨，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。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。闭嘴，不怪你啊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，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，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干嘛去？陪我坐会儿。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。你们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。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，就是断了几根肋骨。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，倒是说不了话。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，该说的不都得说了？哎，这小子可保密局。是啊，是啊。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。于队长，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，人证物证都在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什么好说的，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嘛。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，我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。就这些吗？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，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我就是为了发财，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，放置错了，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是我个人所为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包庇他？我包庇谁了？